這個工地最近又復工了。之前它已經被整整荒廢了15年。我們人一生能有幾個15年呀？工地的這一頭，一個人都沒有，基本上一輛車都沒有。有一個商場，也是毫無人氣。過去的整整15年，它都只有一個地基，它要蓋一個奧特萊斯，也就是 Outlets。Hello， 你們好，我是 Edward。15年前，這座樓的地基就已經打好了，就是地下的基礎部分嘛。可是，在過去的整整15年，這塊工地都一直荒廢着，成了一個爛尾樓。我們人一生能有幾個15年呀？怎麼耗得起？怎麼等得起？現在這個樓又重新復工了，開工了，而且我看這個工地上還很熱鬧，有很多的這種塔吊，這種高高的黃色的嘛，叫塔吊，在這種建築工地上，專門用來吊東西的。外牆有很多的腳手架，搭起了很多的腳手架，工人在脚手架上干活呢。我现在在這個奧特萊斯的大門口。這個大門也已經蓋得差不多了，已經初具規模，就等着外牆的裝修了。這個馬路的對面就是一個大公園，然後路兩邊有2個公交車站。這邊呢，這邊是一個非常大的主幹道，這兩邊也有2個公交車站。所以公交還是蠻方便的，就差一條地鐵吧。但是你也看到了，目前這個主幹道的對面還是一塊荒地，還沒有被開發呢。這條主幹道的底下，未來應該會修地鐵的。但是估計也是10年以後的事情了，應該要等對面那塊地被開發吧。然後遠處其實有蠻多的居民小區、居民樓的，附近住的居民應該有不少。我們再去看一下對面的公園。是一個很漂亮的公園，旁邊還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排練節目呢，舞着飄帶，揮舞着一條龍。好像下個星期就是端午節了。我現在來到了對面的公園，公園裡面有個人工湖嘛。現在我在人工湖上面的一個天橋上。這個公園的周圍有很多的文化設施。你看這個，很漂亮的一個劇院。對面呢，很高的樓是一個酒店加辦公的地方。然後那一片森林裡面，隱藏着一個圖書館。很漂亮的一個圖書館。那裡呢，還有一個文化驛站，就是休息的地方。裡面可以喝咖啡、看書，還有一個小的展覽館，蠻好的。所以這周邊的文化氛圍其實蠻好的。周末有很多人來這邊搭帳篷啊、遛娃啊之類的。
但是呢，你看附近，就是这个复工的奧特萊斯，旁邊有一個辦公樓，待會帶你們去看一下，那個就一直爛尾。然後在這個酒店的旁邊，大劇院的背後，有一個商場，也是毫無人氣。是不是這些商業場所跟這個文化場所不搭呢？他們不兼容呢？你們有沒有覺得？我現在來到了工地的這一頭，對面就是一群辦公樓，但是裡面也是荒廢了，成了爛尾的辦公樓，一個人都沒有。然後這個馬路的地底下有成片成片的地下停車場，因為它屬於政府建造的嘛，所以平時也不存在停車難的問題。鎖起來了，看來搬走了。遠處有很多的居民樓，你看，這邊其實居民樓還是蠻多的。對面就是另外一個沒有人氣的商場。現在是飯點時間，馬上到12點了，我們可以進去看一下。連星巴克人都這麼少，其他地方就更不用說了。有很多人在網上說，這塊地風水不好，所以附近有很多的爛尾樓，而且都爛尾了10幾年。就算那些商場已經開起來了，也一點人氣都沒有，沒什麼逛的人。你們知道風水是什麼嗎？中國人很迷信風水的。風水其實就是一個地方的運氣嘛。如果一個地方的風水很好，那你做什麼事情都容易成功，都很順利。相反呢，比如說這個地方風水不好，那你做什麼都不順，你就會很倒霉。這裡就有很多的爛尾樓。中國人還是蠻迷信風水的。中國人除了迷信鬼魂、迷信輪迴，還迷信風水。很多人因為風水來買賣房子，也有很多人會根據風水來裝修自己家的房子。你們聽說過風水嗎？你們信風水嗎？你們覺得這塊地方有這麼多的爛尾樓，商場也很冷清，跟風水有關係嗎？其實還有一部分人說跟交通有關係。他們覺得這塊地方有一個硬傷，硬傷就是那種外在的、實實在在的、自己不能改變的弱點嘛。他們說這塊地方有一個很大的硬傷，
就是附近沒有地鐵站，最近的一個地鐵站在那個方向，差不多有1.5公里吧，比較遠。今天我們就逛到這裡吧。這個奧特萊斯，最早今年下半年，最晚明年上半年就能完工，就能開業了。到時候我們再來逛一逛，看看它能不能打破這塊地的魔咒，能不能讓這塊地的風水變得好起來。或者說，這塊地真的就是有硬傷呢？他還繼續這塊魔咒嗎？讓我們拭目以待。好了，今天我們就聊到這裡，希望你們喜歡，也歡迎大家點讚、訂閱，我們下次再見。拜拜。